小姐，表小姐一直没回来吗？没有。这会不会是遇到危险啊？我们要不要和侯爷说一声？不用，来不及了。阿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榴莲找到念约了吗？没有。夫人，您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您的外甥女搞不好要送我们大礼了。什么？但愿我的预感不会成真。哎呀，都怪奴婢，如果刚刚奴婢跟出去就好了。秦嬷嬷别说那样的话，记住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们沉着应对，见招拆招就好。只要少夫人在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天塌下来还有少夫人扛着，这个花花肠子的小婊子可别落在我手上，否则我肯定让那小婊子好看。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，一个缺心眼儿，一个多心眼儿，也算是相配了。皇兄，您说谁缺心眼，说谁多心眼呢？对了，冯春人呢？哦，陈王呀，节目表演完，胡贵妃就放他走了。节目表演完了，那我们也能走了。皇兄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慕容姑娘和新姑娘还没走呢，您这么走了不好吧？对了，皇兄，慕容姑娘和新姑娘，您更喜欢哪位？新姑娘画的画您看见了吗？太妙了。喜欢？你觉得本宫这个位置有喜欢的资格吗？哎，皇兄，您别这么悲观，也不是让您娶丑姑娘，我看慕容姑娘和新姑娘都挺漂亮的。还有事吗？本宫要回去忙了。啊，有，皇兄，其实我是来求您一件事的。本宫早就猜到了，说吧。我想和慕容姑娘，不是你的那个慕容姑娘，是慕容麻雀。我想和慕容麻雀单独见个面，但我找不到理由，您能不能帮我想个理由啊？你今天应该是单独见不到她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她不是还在吗？哦，对了，老九，本宫问你，你和慕容麻雀在南礼巷的时候，她表现什么样的性格？温婉、活泼、严肃，还是什么？嚣张吧。嚣张？哎，是特别嚣张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天王老子是老大，他就是老二，嚣张的好像随时跳过来打我几巴掌。说真的，皇兄，那天我不太会干活，所以笨手笨脚，好多次我真以为他要来揍我了。啊？揍你？奴婢是坤宁宫的宫女，给侯夫人、少夫人请安。请问这位宫女姐姐可有何事？皇后娘娘有请二位，同时也请了昌宁侯以及世子。请问宫女姐姐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点？最好绘声绘色，把前前后后的事都描述一遍。立刻把皇后娘娘去宫楼出宫，出来时却见唐念约跪地哭诉，说昌宁侯府强抢民女，逼着她嫁给沈世子一事，详详细细地描绘了一遍。难怪人家当宫女儿确实比丫鬟牛，记性怎么就那么好呢？这宫女儿脑子里装了摄像机吗？沈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如果您身体不舒服，可以先休息，奴婢带少夫人先去。不用，我们夫人身体好着呢，实在不行，榴莲你就背着夫人去，夫人必须要去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？是，小姐。阿雀，我确实不舒服，要不然这件事就交给你吧，行吗？无论如何，你现在是侯府的主人之一呀。想都别想，你自己种的恶果得自己摘，这样才有意义，不是吗？坤宁宫。没有什么比看舔狗翻车更解恨的事儿了。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活该。昌宁侯、沈夫人，你们可知本宫找你们来所谓何事啊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知晓皇后娘娘召见之意，但微臣恳求皇后娘娘别听一面之词，这件事另有隐情。啊？什么隐情？侯爷，你醉了。瞬间，昌宁侯领会到了意思，紧接着眼睛一翻白，身子晃了晃，高大的身躯就要倒下。别扶我没醉。娘娘，侯爷喝多了，一身的酒气，刚刚清醒，可能是还没上酒劲儿。咱们宫里的酒啊，确实是有些后劲儿的。皇后娘娘，这臣妇说不清楚啊，让臣妇的儿媳妇来说吧，她嘴巴利索。你是慕容尚书的小女儿，慕容麻雀。回皇后娘娘，臣妇正是慕容麻雀。你如实回答本宫，唐念约所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昌宁侯府是否强逼她嫁沈世子？你不用顾忌其他，只要实话实说便好，本宫会给你做主。臣妇谢皇后娘娘公正不阿，但臣妇刚到，现在还有一点懵，臣妇能不能问唐姑娘几个问题？可以，问吧。表姐，你先别哭了，有皇后娘娘做主，你不用那么害怕。你这么哭哭啼啼的，好像人家皇后娘娘不帮你似的。唐念约见手段被拆穿，内心那个恨，最后只能怨恨的点了点头。
在皇后娘娘面前，我怕我们中间出现什么差错和误会，所以有几个问题，我先问你一下，你如实回答便好。第一个问题，您和沈世子关系一向很近，沈世子对您好吗？少夫人，皇上让您描述强抢民女一事，您问这种问题做什么？我觉得，既然皇后娘娘信任臣妇，臣妇肯定将整件事前前后后、原本都讲给皇后娘娘听，否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和误会，让皇后娘娘做出了误判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呐。太子看向九皇子，眼里带着坏笑。这就是你说的要打你的女子？不是，这家伙装的也太像了吧？请表姐回答我，沈世子对您好吗？还好。第二个问题，表姐想嫁给沈世子吗？不想，从来没想过。从来没想过。夫人，今天切身看整个未央宫，夫人们只带嫡女，连个庶女都不带，您怎么就带外甥女啊？夫人这次可一定要争点气呀！皇后娘娘，臣妇不敢欺瞒娘娘，臣妇知晓带外甥女来参加晚宴不合规矩，但念约许诺要嫁给犬子，臣妇才带来的，否则臣妇绝不会带一个外人贸然入宫。皇后娘娘明鉴，不是这样的，民女自知自己身份卑微，从未想过能入宫参加宴席，民女真的没许诺过什么。是他们，娘娘您别信慕容麻雀的话，他和昌宁侯府是一伙的。抱歉表姐，打扰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一伙？我和沈世子成亲当天，他没和我拜堂，而是去参加你的生辰宴，就在素秋阁，这可是有人证物证的。当天因为你把沈世子勾引走，我被迫和公姬拜堂，这也是有许多见证人的。我明明被你们害得很惨，还要以德报怨，和昌宁侯府一伙，让您高攀进入昌宁侯府。表姐，你们家是什么大官吗？之前我没有听说过呀。你家和昌宁侯府门当户对吗？抱歉啊，我对表姐家不是很熟悉，请问令尊在哪儿高就？官位是不是比昌宁侯高呢？表姐怎么不说话呢？肯定是因为你家比侯府门第要高，沈世子高攀不成，所以侯爷和夫人才强抢民女，逼着您嫁进来，不是吗？除了这个，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。因为您容貌美吗？但刚刚参加宫宴，见许德闺秀长得比您漂亮，门第还高，沈世子应该不愁娶不到妻子吧？还有，抛开这些，我和沈世子才成婚1个多月，就逼着您嫁入侯府做平妻，只要是脑子正常的女子都不会做出这种事儿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逼我嫁给沈子言，就是为了让沈子言同意和你和离。就此理，沈子言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和慕容姑娘成婚，怎么可以去找别的女人，还逼着慕容姑娘和公姬拜堂？沈子言，你没人性！老九，母后断事，不许插嘴。慕容麻雀，你直接说，他们到底逼唐念约嫁给沈世子了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唐念约为什么要栽赃？原因很简单，表姐想入宫参加晚宴，勾引太子殿下，但夫人不肯，表姐就骗夫人说要嫁给沈世子，成为夫人未来的儿媳妇儿，这样才能跟着我们入宫。入宫见到太子殿下之后，认为昌宁侯府没有利用价值，就干脆反咬一口，说他们强抢民女。没有，皇后娘娘明鉴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栽赃。表姐，你先别哭，断案看的是人证物证以及逻辑链，不是看谁更会卖惨。表姐，你也不用喊，有句话叫有理不在声高，你若是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，可以指出来，我们平静的兑现。我原本不想嫁沈世子，是你们逼我嫁的。怎么逼的？是软禁你，不让你离开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当时夫人是想把你送回家的吧？是你坚持要嫁，所以才让你留下来。不，你们就是软禁我了。是啊，整个侯府都是你们的人，你们当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。既然他们把你软禁，逼你出嫁，为什么带你入宫参加宴席？为了给你创造机会，向皇后娘娘求救吗？为什么不继续软禁你，等宴会结束后直接去你家提亲？没错，这才是朱姑娘。刚刚那可怜兮兮的，怎么可能是她？唐姑娘，你我也算是有缘相识，我送你一句忠告，不要太高看自己，也不要太轻视别人。你认为的天衣无缝，在皇后娘娘的眼里只是个小把戏。皇后娘娘明鉴，民女不是诬陷他们，民女。行了，本宫看昌宁侯醉得不轻，先送回去休息。皇后娘娘，
美女冤枉，美女真的冤枉，他们就是强抢美女，全京城都知道沈子言是个浪荡子，没有正经闺就愿意嫁给他。至于他们成婚，那件事也与美女无关啊。美女已经叮嘱他要好好成婚，谁知他非来素秋阁，那素秋阁也不是美女开的，美女没办法驱赶，娘娘明鉴啊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况且昌宁侯醉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本宫自会调查。得，这皇后没安好心。来吧，都说说感想，你先说。妾身不知道说什么。说你对唐念月的看法。唐念月是小辈，我这个当姨丈的不好说什么，但之前我有没有对你说过，离你那姐姐远一些？你姐姐心术不正，你偏不信，被你姐姐耍得团团转，任由子言被唐念月耍得团团转，现在自食恶果了吧？侯爷，大晚上的，抓紧时间训下一个吧，下一个更可恶。沈子言，说说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侯爷还真听话了。沈世子依旧魂不守舍，想个办法让他清醒一下。好嘞。慕容珠却立刻起身，端起茶碗就往沈世子脸上一泼。任务完成。侯爷，子言也是受害者，他也不愿被骗，我们当父母的这时要再踩他一脚吗？不然呢？你心疼他，就不知惯子如害子的道理。妾身会劝。劝19年了，你劝了19年都没劝成，为什么会认为接下来能劝成？那侯爷打算怎么办？可以问问少夫人的意见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少夫人足智多谋，冰雪聪明，我们都佩服少夫人。请问少夫人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简单，大号废了，搞个小号吧。少夫人，什么叫大号和小号？直白的说，就是这个儿子废了，再生2个吧。侯爷现在年轻力壮，再生个20年应该没问题。据我所知，之前生的少，是因为娶的太少，加上侯爷太忙，不怎么和妻妾同房。一名女子1个月实际上能受孕就那么几天，过了那几天就很难受孕，所以为了产子率，为了能更好的开枝散叶，应该多纳几个年轻的能生的。我认识一个大夫，能测排卵期，到时候帮小妾们都测一测，只要侯爷没有问题，给我5个年轻妾室，我敢保证1年内最少3个受孕。老夫没想过，况且老夫公事繁忙，确实没时间回家。用不着回家，找几个年轻的，甚至会武功的姑娘，直接跟着您呢。侯爷您去哪儿，他们跟哪儿，白天给您当侍卫，晚上尽夫妻义务，多有效率。我同意。子言，你闭嘴，别胡说！不行，侯爷不行。沈子言，如果侯爷以后的儿子有出息，世子之位就是他的了。他的母亲也母凭子贵，成了侯府里最尊贵的女人。如果碰见个脾气好的，沈夫人后半辈子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儿；如果碰见脾气不好的，你娘的日子可就水深火热喽。慕容麻雀，你说什么？我口齿很不清晰吗？你以为侯爷有了出息的儿子，还宠着你娘？侯爷也是人，是人就会偏心，人家儿子都继承世子之位了，还能让沈夫人住在主院？哼，搞不好沈夫人得收拾收拾，搬出去呢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到时候沈夫人能不能想开，可别整日心情郁结，容易生病呢。慕容麻雀，你……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，都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遇到困难不迎难而上，却想着回避。侯爷，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和沈夫人又有什么区别？明知道自己夫人是个拎不清扶不起的，却一不好好沟通，二不赶紧纳妾，就借着工作的影子逃避。沈夫人是懦夫，侯爷您就勇敢了吗？疯了，少夫人疯了！之前对世子对夫人，今天竟然连侯爷都开始对了。你若是愿意让我管，我就再逼逼2句；如果不愿意，那我就一个字不说，反正我也要和离了。府上之事与我无关，相处这么长时间，你们应该能看出来，我不是坏人，但也不算好人。我愿意逼逼2句，全因侯爷是个刚正不阿、洁身自好、对家庭妻儿负责的好男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侯爷，我现在已经回去洗睡了。好，我沈弘广最欣赏这样直爽的女子。阿雀，你说吧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就继续了。你这人脑子不太好用，我先问2个问题，测测你的脑子。你闭嘴！你个愚蠢的孽子！
还不听阿雀说话？是，父亲。首先，你现在还认为唐念约是个好人，有苦衷，其实心里是有你的吗？你是故意羞辱我？不是，我现在挺困的，没闲心羞辱你，就是想确定一下你的智商。如果智商还过得去，我就继续说；如果智商实在是一言难尽，我就打算帮侯爷直接选小妾了。我选的小妾绝对好生养。看出来了，少夫人是真的没三观，不是假的。他不是好人。世子终于看开了。孺子可教也。下一个问题，他喜欢你吗？是在利用你吗？不喜欢我，在利用我。可以的，智商还算正常，那就可以进入正题了。你愿意让侯爷再娶一些年轻小妾骗儿子吗？正如我刚刚所说，侯爷是人，是人就会偏心，何况是男人。你可以因为喜欢一名女子，对发妻不闻不问，恶语相向，甚至让下人刁难他，欺负他。那么侯爷也有一日会因为有了新欢，所以对沈夫人不闻不问，恶语相向，甚至让下人刁难沈夫人，欺负沈夫人。沈子言抬起头来看，目光复杂地看向昌宁侯。你看他也没用，你是男人，你爹也是，别以为全天下只能你自己渣。你今天对发妻做了什么，明天你爹也可以对发妻做什么。我呢比较坚强，夫君把我打吐血我也能扛住，但沈夫人如果被侯爷打吐血，这身子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养回来了。真是越说越离谱了，我怎么会打夫人呢？本无声哭泣的沈夫人听见这话之后，瞬间变成嚎啕大哭。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呢？都是人，都是男人，凭什么你能做，你爹不能做？沈子言一想到母亲像慕容麻雀那样被下人们刁难，他脑海里有不断的涌现出李嬷嬷等人欺负慕容麻雀时的画面。沈子言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。我觉得今天沈世子受到的打击应该不小，他一时间缓不过来，情有可原。侯爷，要不然今天就这样吧，给沈世子1-2天的时间，让他想想，如果他以后想振作起来，你愿意给他机会，就再给一次；如果他不想振作，那妾的事您就得抓紧了。榴莲，准备迎接客人。客人？哪来的客人？说着，一抬头就看见从天上跳下来的李云池。榴莲姑娘早，今天的早膳是慕容姑娘做的吗？是啊，小姐正在厨房忙活着呢。李公子这么早，有事吗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家王爷想吃你们家小姐做的饭，大清早的就让我蹲在一旁盯着你们家的烟囱，只要烟囱冒烟了，我就得过来讨饭呢。至于吗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你可不知道我家王爷对你们家小姐有多上心啊！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嗑瓜子了。嗑瓜子啊？瑞王吗？李公子早啊，你怎么大清早就来了？是你主子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慕容姑娘别担心，王爷就是想吃您做的饭，如果您饭菜够的话，能不能给王爷带一口啊？好，那你再等等，我刚刚是按照2名女子的饭量做的，加上瑞王应该不够，我再去炒2个。不用，李公子别担心，小姐她喜欢烧菜，平日里也都是小姐烧菜。哦，对了，刚刚你说王爷昨天晚上开始嗑瓜子啊？为什么？为了投其所好？卖个关子，现在说啊，一会儿慕容姑娘就没有惊喜了。你们这个小院位置选的倒是妙啊，周围都没人，我每次来都很方便。那是当然，小姐选的院子能有错吗？李公子，来和我打2盘吧。打？在这儿？对啊。不是，你家小姐马上就炒完菜了呀？不是还没炒完吗？还有时间，来打。不是，就你这么小的院子，能打得开吗？打单手。这姑娘就这么喜欢练武？半个小时之后，慕容朱雀炒好了菜，把菜装进了食盒里拎了出来，正要叫榴莲，却见2人正在院子里虎虎生威的打着。行了，要打回头打，一会儿菜凉了，都停下。不愧是李公子，我还是打不过。不是，我练武10几年，你才练武1个多月就要打过我，过分了吧？不行啊，得抓紧练啊，绝对不能被朱榴莲赢了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你来了？是，你准备这么多瓜子招待我？是啊，听下人说有铺子的瓜子味道不错，便让人随便买了一些来。是啊，随便买了20多种，嗑1个晚上挑出了9种。君美玉气得涨红了脸，狠狠瞪李云池。李公子说王爷昨天晚上嗑瓜子，闹了半天是这个。不过该说不说，王爷脸红后模样更可怕了。买了20多种。这当时本王下令让下人随便买几样，没想到他们买了20多种。呵，随便买几样。
大拿哥为了凑瓜子，整个城都找遍了，腿都快跑断了。都交出来吧。君北玉一愣，怎么了？我是说把20多种都交出来，再好吃的口味，总吃一种也会腻，当然要时不时换一下了。云芝，你去把瓜子都找出来。得嘞，昨天一晚上白忙活了。没错，说的没错，就要时不时换换口味。睡王丑归丑，但对小姐却是一心一意的，这样真好。外表重要吗？只是一副骗人的烂皮囊罢了。成王没吧？谁能想到成王是个变态？很快几大麻袋的瓜子被搬了来，慕容竹却连装都不装，当着3人的面就把瓜子都塞进了空间，还真是没拿他们仨当外人。桌上那一盘也装进去吧。不用，这个就放在这儿，我来的时候吃。老实交代，你大清早上李云池跑去找我炒菜，是不是就为了让我过来拿瓜子儿？不是，今日本王确实想吃你烧的菜了。是啊，早不想吃晚不想吃，偏偏弄来瓜子的时候想吃。罢了罢了，看在你还是病人的面子上，给你个面子，弄早膳吧，一会儿菜凉了。还好小姐放过瑞王，否则按照昨天晚上小姐对天对地的气势，今天瑞王肯定难逃一劫。那个食盒你和李公子拿出去吃吧，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吃的话，就把菜留下，去王府厨房找吃的。奴婢喜欢吃小姐烧的菜。我也喜欢。慕容竹却扑哧一笑，行，你们拿出去吃吧，房间里面挤，容不下那么多人。是。